欢迎您的到来，亲子情感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请点击订阅并点赞，同时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您的支持是我的创作最大动力。转入正题，不久前看到一则帖子，内容令人无言，真的看不出来女子到底是爱惜自己，还是更爱钱。而作为男人，其实最应该管好的就是下半身，明白天上是不会掉下馅饼的，即使掉下来也注定是个陷阱，让痛苦让你难过。王斌家住农村，因为没什么学历，只能依靠最简单的人力种地为生，这也让才仅仅25岁的他看起来像35岁，而因为穷，更是没有女人能看上他。前不久，隔壁村的发小小张结婚，也邀请了王斌过来，看到小时候的好哥们结婚，王斌心中有高兴，同时也有嫉妒，为何他能娶到老婆，自己却不能？当日，王斌就去了隔壁村，小张家底本来就比王斌家境好一些，再加上他读书多，自己也努力，没几年就有钱盖了一个3层小楼，女友陈红也是去年认识不久就要结婚的，这些都是王斌比不了的。王斌和小张好久不见，也多喝了几杯，因此才到中场就已经醉到站不住，于是就被小张安排人送进自己刚盖好不久的新楼里面。这个楼房刚盖好没多久，里面屋子也多，王斌就被随便找了个房间送进去休息，而这个房间却正巧在婚房旁边。一直到后半夜，王斌才醒过来，酒劲也过了一大半，外面早已没有了声音，四周也黑灯瞎火的，王斌就想到了小张的新娘陈红，白天参加婚礼的时候就觉得她很漂亮，没想到小张能娶到这样的女人。也就是这时，王斌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了，可王斌却并没有出声，却发觉一个人似乎是爬到了自己的床上，躺在了自己身后，这让王斌突然很紧张，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。然而身后的人一股飘香传过来，王斌马上就知道对方是女人，而女人似乎是看王斌没反应，竟然直接从身后把手伸进了王斌的裤子里面，不断的挑逗他，抚摸他。王斌本来刚才想到漂亮的新娘子，身体就有了反应，现在竟然真的来了一个女人，马上就觉得是不是白天有哪个女人看上了自己，现在用这种管道。同时借助冲动，也借助酒劲，回身就和陌生女人亲了起来。借助淡淡的月光，王斌突然发现女人竟然是陈红，不明白她怎么会跑到自己床上，可是女人却一直没有睁眼，也一直回应王斌。王斌这也不管了，于是顺利的和陈红发生了关系。半个多小时后，俩人都心满意足的睡住了。然而到了早上，王斌突然被一声尖叫吵醒，而陈红捂住被子问王斌怎么在自己床上，而这一声尖叫也同时叫来了小张和他的母亲，看到王斌和陈红也是目瞪口呆。原来昨晚送走所有的宾客后，小张和刘艳华就回房间睡觉了，刚关灯不久，陈红就想去厕所，让丈夫等自己一下。小张本就疲惫不堪，就没陪住妻子出去，然而就是这点疏忽，造成了悲剧。因为陈红也没来过这个3层楼几次，上完厕所后，因为没有灯就走错了房间，竟然来到了王斌的房间。而小张等了一会，妻子竟然直接就睡住了，却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发小竟然和自己的妻子在隔壁发生了关系。陈红一直哭骂王斌强奸了自己，而小张也怒极把王斌一顿打，而王斌也知道自己理亏，任由小张打，打了几下，小张就要把王斌送去派出所。然而陈红马上就阻拦，不想让这件事传扬出去，反而让王斌赔付2万元，这件事私了。可王斌被打也认了，可是2万块钱是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的。再说这件事，他感觉自己也很冤枉，自己在房间睡得好好的，是陈红自己进来还抚摸自己，这才让自己有了反应。这不能怪自己啊，可是小张和陈红不依不饶，甚至说要找人拆了王斌的家，这才让王斌迫不得已签了欠2万的欠条，答应尽快凑钱给他们。可王斌出来后越来越觉得委屈，
还一直认为自己没有错，不想出这个钱，于是一咬牙一跺脚，直接选择了报警。然而这件事最后不但没有被定性成强奸，反而因为小张还犯了敲诈罪。虽然王斌表示不追究，但是小张还是被处罚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件事还是被传到家喻户晓，人尽皆知，也注定在这对小夫妻心中留下巨大的疮疤。新婚之夜，自己的妻子和发小发生了关系，无论是否有意，可这对于哪个男人来说都是巨大的羞辱。冲动之际打了王斌，也在情理之中，而王斌也知道自己理亏，并没有还手，只希望小张能消气，被打也就被打了。其实这件事虽然王斌有错，但是陈红和小张同样问题也很大。一方面是小张新盖的楼妻子不熟悉，再加上家里住别的异性，他应该多小心和谨慎，陪伴妻子来回，而不应该新婚洞房夜却自己一个人忽自睡住了。另一方面就是陈红自己，屋子能走错，老公也能认错吗？无论是身材、味道以及感觉，都一定会有差别，而他却完全不晓得，我甚至都无法确定他是否是故意的。然而如果说小张和陈红在最初是受害者，那么从管王斌要钱私了起，这事的意义就已经改变。王斌做错了，小张可以报警，自然由法律做公平的裁决。可这却并不是敲诈钱财的藉口。再说什么是强奸，首先是违背妇女自主意识，可先不说是陈红认错人，主动采取行动，而是过程中王斌也从未使用过暴力，强迫过他分毫，因此这件事完全无法被定性为强奸。说1000到10000，小张和陈红本应该有幸福的婚姻，却因为这么一件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，而造成一生都无法挽回的结果，何其的悲哉！哀哉！而俩人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有敲诈私了的想法，这也让悲剧延伸得更久。正如尼采所说，与恶龙缠斗过久，自身亦成为恶龙；你凝视深渊过久，深渊将回以凝视。婚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男子误跟妻子闺蜜发生关系，欲停止，却被对方示意继续。前不久看见一则帖子，内容令人汗颜，很多人都说事情是假的，然而都市男女真的已经养出来了很多的怪物，被欲望驱使，不明所以，不知所为，也许这件事就是真的，甚至可能食色男女之间恶心的行为，秉性比帖子内容更加令人不齿。孙胜男今年33岁，和妻子小雪结婚足有5年，俩人感情一直不错，也拥有正常的夫妻生活，但是却一直没有孩子，这也让俩人之间的感情发生了一丝微妙的变化。但是平时完全看不出来，每个人都觉得他俩是一对感情极好的夫妻。而孙胜男这2年跳过几次槽，现在的工作虽然收入增长了不少，但是却需要经常出差，每每是把小雪一个人留在家里。其实最初小雪一个人在家也不会害怕，可是今年因为父亲病重，一直在医院治疗，这让小雪经常梦中惊醒。然而惊慌失措之下，却没有枕边人，这也让小雪非常害怕，因此就把好闺蜜小张叫来了自己家陪自己，并且因为小张组织离小雪这里近，所以吃住都在她这里了。可也就在前几天，孙胜男出差中途公司突然有急事就把他召回了，因为事急直接回来开会，就没告诉小雪，一直开到晚上将近11点多才结束，孙胜男就直接回家了。进屋也没有惊动妻子，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就上床睡觉了。而孙胜男黑灯瞎火间摸到了妻子滑腻的肌肤，触手升温，再加上多日没有和妻子亲热，马上就来了感觉，3下5除2就把妻子的衣服脱光了，随即发生了关系。而一直到几乎要结束的时候，妻子才稍微挣扎住把台灯打开，四目相对马上让孙胜男惊呆了，原来床上的压根不是妻子，而是他的闺蜜小张。其实对于妻子闺蜜，孙胜男也认识，她长相不输妻子，而且身材更加韵味十足，很容易让人产生遐想。但是这种想法，孙胜男绝口不敢提，
却没想到今天竟然误跟他发生了关系。孙胜男马上就想要停下来，却没想到小张竟然示意他继续。更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孙胜男竟然没有回绝，看住眼前的美人，没有把控住，竟然真的就继续了。原来之前确实是小雪和小张住在这个床上，但是9点多的时候，医院说小雪的父亲情况有点问题，她赶忙就赶了过去，却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自己丈夫竟然和自己闺蜜发生这样的事，更没想到俩人竟然还能继续。而发现完后，俩人还商定住这是俩人的秘密，不告诉小雪。可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小雪本就是一个细心的人，再加上孙胜男和小张也没有对口风。小雪回来，马上就发现了孙胜男一脸心虚的表情，几句话就让孙胜男坦白了一切，这让小雪整个人都惊了个大呆。而孙胜男马上就道歉，表示最初真的不知道的是小张，还以为是小雪才开始做的，中途才知道不是妻子，可是自己没有经受住他的诱惑，说自己再也不会见小张了，渴求得到妻子的原谅。然而小雪却完全无法原谅，一边是自己的丈夫，一边是自己的闺蜜，本来都应该是自己最亲近的人，却被他俩背叛和伤害的最深，特别是自己父亲生命垂危的阶段，他俩还能弄出来这种事，小雪当即就提出了离婚，无论孙胜男说什么都不再回头。其实不少人首先问的是孙胜男这样的行为算不算强奸呢？其实是不算的，因为无论是孙胜男不知道是小张的最初，还是之后俩人的通奸，都没有强迫女人，因为这属于你情我愿，所以不违背法律，只是违背了公民良俗，违背了道德。然而脱去法律的判断，这件事更是对人性无情的审视，特别是对孙胜男和小张这两个狗男女而言，就像小雪自己认为的那样，本应该是自己最亲近的两个人，却伤害自己最深。孙胜男经常出差，没有尽丈夫的责任和义务，然而如果这条因为了家计而有情可原的话，那么和妻子发生关系前，就真的不知道对方和平时熟悉的妻子不一样吗？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，因为作为丈夫，对于妻子的手感、温度乃至味道，感觉都应该非常熟悉，怎么可能一点差异感觉不出来呢？除此之外，在知道对方并非是自己妻子之后，竟然仍然继续和对方在自己和妻子的房间和床上发生关系，或许对方有引诱自己的程度，但是作为男人，作为丈夫，不懂得克制下半生，一切依靠食色性也行事，那就是一个纯纯的畜生，最终被果断提离婚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，他不配得到原谅，更不配得到爱。而小张也同样如此，小雪能在自己担惊受怕的时候第一个想起小张，这说明她对小张非常信任和喜欢，然而小张却辜负了这份寄托，毫不犹豫地背叛了友谊，并且走向了遭人唾弃的道路。其实能发现，小张必然早就对小雪的生活羡慕，对孙胜男有特殊的感情，否则也不会在发生关系一半的阶段才打开灯，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后，让对方继续，说明他本性就既善于伪装和掩饰，从不拿真面目示人，这也是小雪看走眼人的原因。而最可怜的还是小雪，不但父亲病重，还遭到了丈夫和好友的背叛，亲情、爱情、友情多重的打击，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到来，这要是普通人几乎要崩溃。然而小雪还能冷静地提出离婚，而不是惊慌失措，或者只知道哭哭啼啼，说明她是一个能抗事，也知道如何解决事情的女人。确实，婚姻无小事，能结合在一起是那么不容易，特别是作为女人，每个人都特别珍惜。然而如果真的过不下去，那么就果断的分开，地球离开了，谁都能转，何必为了一个不值得人来浪费自己的时间，让自己痛苦呢？感谢观看，如果喜欢请订阅并赞成。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想法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